嘿嘿嘿嘿嘿，买了个新玩具，拿在手上出去试飞，路上遇到的小朋友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让你们这些小屁孩尝尝我小时候的感受吧。哈哈哈！相信大家早就看过其他的大疆 Flap 的测评了，所以参数我就不赘述了，我就说说我玩了1周后的感受。让我对大疆 Flap 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它的飞行性能，而是看中它的智能属性。听说它有智能跟拍以及脱离遥控器使用的特性，我倒想看看这小小的电风扇是否如广告宣传的那么完美。现在我已经脱离遥控器了，让我来试试掌上智能飞行。无法起飞，请在 DJI Fly App 上完成教学。好吧，原来在没有完成教学之前，只有定向跟随是没有办法使用的。在我完成教学后，成功激活了定向跟随。距离定向跟随，3、2、1。定向跟随，我觉得可能是最实用的一个跟随模式。对于拍摄人物正面是非常好用的，即使人物后退，它也能反过来跟上，并且我改变运动方向，它也能一直保持固定方向。这个模式真是太好用了。但是我也发现这个模式有个问题，当我在这个模式中想要收回 flap， 它仍然和我保持距离，让我无法收回，必须原地暂停3秒才会结束这个模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，定向跟随不使用遥控器还是有点危险的。至于其他几种智能模式，要么能让你主动靠近，要么有明确的结束时间，是比较好掌握收回时机的。所以使用定向跟随时，一定要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，还是老老实实用遥控器吧。紧急情况时可以按 stop。遥控器和纯手机操控还有一定区别，纯手机遥控起飞高度是0.6米，遥控器是1.2米。纯手机操控最大高度好像只有20至30米，可能是受限于 WiFi 信号的传输范围，并且纯手机操控很多信息都是无法查看的，拍摄参数也是无法改变的，就只有这么个简单的界面，甚至无法点击对焦。然后我又发现一个遥控器的 bug， 关机时我把遥控器设置为平稳档，但是实际开机后进入的是普通档，看来开机默认是普通档，得手动切换。再吐槽一下这个充电器和电池，就这2个，你好意思要650块钱啊？这个我让绿联来做，不得65块钱就能拿下。如果你轻轻捏一下电池，就会发现里边有一部分是空心的，也就是说电池容量明显还可以做得更大。但是大疆出于某种考虑，只给了30分钟的续航，感觉有点高价卖配件坑人的嫌疑。我买一电一充是为了配合充电宝，刚好可以达到边玩边充的循环，但是代价就是650块钱，几乎占了总价的2成。然后说说画质吧，只能说能用，直出颜色很艳，肤色也很难看，所以后来我都拍 D-Log。这是阴天拍摄的画面，这种光线不足或逆光的场景，即使是拍摄 D-Log， 自动曝光颜色也非常难看，特别是暗部颜色有点脏，天空基本就是过曝的。大家不要被网上那些调得特别好的片段骗了， D-Log 直接套还原 LUT 的画面就是很一般的。后来我发现用1V+1的拍摄，后期再拉回曝光，比起默认曝光拍摄的画面要好很多，这样的画质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但是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肯定是不够用的。由于我经常使用 Pocket 3，感觉这个画质特别像 Pocket 3速拍裁切的画质。再说说拍摄辅助功能，锁定模式和定速巡航拍摄功能都还挺好用的。这个画面中我就锁定了中心的建筑物进行跟拍，除了锁定人以外，它还可以锁定纹理丰富的物体，配合跟随模式或者定速巡航就能拍到不错的画面，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。最后说说避障，我感觉前置避障对于正面大面积物体是非常有效的，比如正对建筑物的墙，但是如果建筑物稍微出现在侧面一点，避障效果就不太行了，特别容易刮到树枝这类障碍物。我撞过2次之后，就再也不敢去穿越狭窄的空间了。只能说这个避障功能只能应对一些连牧师都可以解决的场合，不要太依赖避障，尽量去开阔的地带飞行吧。这就是我玩了1周后的感受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或者想讨论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